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Siri 已经启用了，所以就跟以前的 icon 整个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透过眼球追踪的方式，然后去看到不同的 icon。你现在可以透过 QR code 的方式，然后去分享你的 WiFi。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屏科技，我是 BPW。iOS 18算是苹果继 iOS 16以来的另一次重大更新，而且好消息是，这次能支援 iOS 18的装置跟去年一模一样。你只要是 iPhone XS 以上的机型，你全部都可以持续更新。所以我的 iPhone XR 又再次活下来了。那大家只要到设定里面的一般，然后点击软体更新的地方，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beta 版更新项目。那你要使用一般的版本，使用 iOS 17的 beta 版，或是 iOS 18的 beta 版，在这边都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对，但是因为通常 beta 版的问题会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拿自己最常使用的装置去更新。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就会非常详细介绍我这一周来使用 iOS 18的11个界面更新，以及这次18个 App 总共61个更新。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建议你可以从头看到尾，那保证让你快速上手 iPhone。那如果你已经很熟悉的话，那就欢迎直接点击时间轴来查看你想要知道的 App 更新。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到界面更新的部分。那这次在主画面部分有7个更新。那第一个更新的话，就是我们期盼多年的 Siri。那我们现在只要长按右边的这个锁定按钮，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Siri 已经启用了，所以就跟以前的 icon 整个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现在在讲话的同时，大家有看到吗？它 Siri 也会跟着去随着我们的声音有变化。而且我们在任何的 App 啊，然后我们开启 Siri 也会支援一样的动画，所以它现在在任何 App 都可以有这样的样式。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关闭 Siri 呢？那关闭 Siri 有2个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你再按一次锁定画面，那它就可以把 Siri 关闭。那另一个方法呢，你就是直接这样子滑动主画面，那你也可以把 Siri 去进行关闭的动作。好，那接着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画面。那我们回到主画面之后，我们现在只要长按我们的桌布，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调整我们 App icon 的位置。对，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好，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按照苹果原本的逻辑，然后去摆放你的 icon。那比如说你的封面中间有一个很漂亮的图形或是图样，你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那我们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定的功能。那自定的功能的话，这边你就可以去调整 App icon 的大小。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调整成小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一般的样式嘛。那大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吗？ App 的名称它不见了。对，那我自己其实个人还蛮喜欢这种简约的风格，就是你会看不到任何 App 的名称，那它就完全只有 icon 呈现在里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点击一次自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不同色调。那不同色调这边就是你可以完全去改变你 App icon 它的颜色跟配色。调色盘去调找不到你想要的颜色的话，大家这边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吸取的功能。那你看我们这样子 App 的 icon 它全部都会变成跟我们桌布是一样的配色。对，所以如果你是对配色很有强迫症的人的话，那我自己蛮推荐可以使用的。对，但是我自己使用1周下来，我发现这种单一的颜色看久之后还真的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我们会不太好找到我们的 App icon 在哪里。对，那你在使用这个自定功能之后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它就可以让你调整桌布亮暗的功能。对，那我自己觉得这个 App 黑暗模式的功能就很像之前所推出的负片或是反向模式，我在 iPhone 5的时候很喜欢使用。对，但是它目前还是没有很支援到第三方的 App， 所以你看我们第三方的 App 它的颜色它就是完全一样的，那你除非是原厂的 App 它才会用出这种深色模式、黑暗模式的样式。好，那接着第3个主画面的更新，我们就来讲到 App 的锁定。那这个功能也等了很久，我们现在终于不需要第三方的 App 才可以使用。那我们现在只要长按我们某一个 App 的 icon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上面这边有一个 Require Face ID。那我们点下去之后呢，那它会出现2个选项。那如果你是第三方 App 的话，它就可以同时出现要锁定 App 跟隐藏加上锁定 App。一般那件 App 的话，它就会只有显示1个选项，对，因为它就是不会让你隐藏嘛。对，那你锁定 App 的话很简单，就是按照刚刚这个步骤，然后我们就点击 Require Face ID， 然后它就会扫描一次你的脸。对，那你看我们下次再打开这个 App 之后，你看它就需要做脸部辨识来进行解锁。好，所以那接着我们就来讲到隐藏 App 的部分。那隐藏 App 这边它一定会搭配 Face ID 跟锁定，所以我们一样长按我们 App icon 之后，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隐藏 App 的功能。那我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先扫描一次你的脸，然后它这边会跟你再次做确认，你要不要让这个 App 消失在主画面当中？那你这个 App 隐藏之后，它是收不到任何通知的。那我们点击确定之后，那你看这个 App 它就隐藏起来了。对，那接着呢，我们要怎么去找我们隐藏的 App 呢？那我们就要滑动到最右边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滑动到最底下。大家有看到吗？这边有个隐藏的资料夹。那我们点击下去之后，它一样会先扫描一下你的脸。
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我们隐藏的 App。对，那我们要怎么把它解除隐藏呢？那解除隐藏的方式很简单，我们一样就是长按一下我们 App 的 icon， 然后这边就点击 Don't require Face ID， 然后它扫描一次你的脸之后，你看它就从隐藏的资料夹消失了。对，但是这时候我们回到原本的地方，我会发现，这个 App 还是找不到，对不对？那原因是因为它已经被收到 App 资料夹里面了。对，所以如果你这边要再重新把它加回主画面的话，你就必须要再重新搜寻一次。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一如往常的去把它移动到我们原本想要的位置。在第5个界面更新的话，我们讲到 widget， 我们现在终于不需要去这样子长按啊，然后去点击 widget， 我们才可以加入小工具。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针对我们的 app， 然后去新增 widget。你看我们长按之后，我们发现这下面有4个选项，比如说，我想要直接这样子点击之后，那你看我的 app 它就会马上变成 widget 的这个样式。对，那我们还可以把它调整成更大的样子，都是可以的。那或是说我们直接这样子用手去调整它的大小，那你看它就可以变成不同的 widget 的样式。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变回一般 app 的 icon 的样式的话，你就再点一次，你看它就会恢复成一般 app 的样子。那它在其他一些 widget 内容也有做更新啊，就是 journal 的 widget 这个就是全新的，天气的 widget 它这边界面也有做更新，健康啊，然后跟生命真相也就是 vital 的新的 widget， 那大家这边都可以看到。然后还有像是你健身啊，那现在全新的 training load 的这个功能训练负荷，那它这边也会帮你做成一个新的 widget 在里面。好，那在第6个主画面更新的话，我们就来讲到这个控制中心。那我们一滑动下来，大家就可以发现，右上角这边多了一个开关机的按钮。但是必须说，设在这边真的是超级容易误触。因为我有时候只是不小心这样子要调整一下萤幕亮度，然后我可能就不小心误触到这个按钮。然后误触完之后呢，那你需要去透过按密码解锁的方式，那你才可以把它再次解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位置的设计真的是没有说非常好，很容易就不小心按到。但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整体的更新还是很不错的。那我们现在点击左上角这个加号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可以完全的客制化去调整我们这个控制中心的大小跟位置。我想要这样子移动啊，调整亮度的这个位置，有看我们这个智慧家电。对，那我比如说我只想要显示4个家具在这边，那它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放大缩小。那或是一些特定的 icon 也是可以，比如说萤幕录影的按钮啊，那我可能想要平常很常用，我想要把它放得大一点，然后或是其他的 icon。你看，它都会显示它名称，然后并且去把它进行放大，所以你这边就是可以完全很客制化的去调整它。对，那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智慧家电，我们以前可能要调整我们电灯的开关啊，我们都需要这样点进去，然后去进行开关的动作。对，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只需要去点击我们这一个 icon 的地方，你看我们这样点击下去 icon， 它就可以马上去进行电灯的开关。对，那像是这个工作模式、勿扰模式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子直接去点击进去去调整，我们现在只要点一下旁边的小 icon， 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马上把工作模式、勿扰模式关闭，然后再点一下就可以把它打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右边多了一个全新的分类，那我们这样子透过一个滑动的新的手势，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我们不同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音乐，看到家庭，然后看到我们 WiFi 的状态，对，都是全部可以透过这个控制中心的新的手势跟资料夹去调整的。那在最后一个主画面更新的部分，我们就是来讲到背景界面的移动。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这样子在移动 iPhone 的时候，它这个背景也会跟着有手移动。那这个功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拔掉了。那现在在 iOS 18里面还要回来，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移动我们手机的画面，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背景跟 icon 这边会做一个移动，所以就感觉很像这个 icon 它是浮出来的这个感觉。对，那总而言之就是它这个界面又被新增回来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讲到锁定画面部分啦。那锁定画面这次有3个界面的主要更新。那第一个我们就来讲到锁定画面的编辑。对，那锁定画面编辑的地方，大家第一个有看到，我的时钟居然是彩色的。对，没错，它现在就新增了这个彩色时钟的功能。你现在只要这样子点击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调整成彩色。那其他字体啊、颜色的部分，就是跟原先都是一样的。那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更新，就是在时间的语言的这个部分，你现在可以去选择非常多不同的数字的样式，然后去告诉你时间。对，但是我自己除了阿拉伯数字之外，我觉得我应该其他的数字都是看不懂的。对，那如果有看得懂的话，或是想要让手机界面炫炮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去选择这边的时间。然后在锁定画面编辑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啊，下面这个地方原本是相机跟手电筒嘛，那现在这2个按钮我们可以完全客制化去调整它。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点击之后，然后去调整成我们想要的 icon 或者样式。对，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我左边这边，我就是用成开启热点的这个模式，所以现在非常方便。我现在只要这样子长按一下，你看我这样子就可以马上开启我手机的热点，然后去分享给其他的装置。那我不要分享的时候就马上关闭，我就不需要每次还要这样子去开启控制中心啊，然后去找到热点的地方去把它开启。对，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常用的功能就可以把它新增到这边。那这边另外讲一下，哇，手电筒的部分也是这次大家觉得它的 icon 非常的炫炮，意外变成这次更新的亮点。我们长按手电筒之后呢，你看手电筒它就开启了，那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酷的这个手电筒开启的这个样式。那我们这样只要在右边这样的滑动前后啊，那你看它这样子手电筒的亮度就可以做调整。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可以客制化操作按钮就不止我们左方的 Action Button 了，我们现在这两个按钮也都是可以完全自定义的去调整它。那再来的话，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编辑的画面。桌布啊，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有 iOS 18的桌布，对，但是这次 iOS 18的桌布非常少，它居然只有推出一个款式的桌布，然后这一个款式之外，你可以再去另外调整3种颜色，所以总共有4种颜色，对，但是相较于其他 iOS 17、16，它这个桌面的样式少了非常多，然后不知道苹果是还没有做完，还是决定这个新的桌布就不做了，就只有这一个样式。好，那接着讲到我们锁定画面的第二个界面更新，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 Action Button。对，那在去年 iPhone 15 Pro 推出的时候 ，Action Button 的这个功能真的很少，我们只能在设定里面这样子自己去选择。那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内容的话，你还需要自己去打开捷径，然后去选择你 Action Button 要去设定什么东西。对，那它现在呢，它就变成跟我们的控制中心一样，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控制项目，那你就可以完全的去调整你想要什么样的 Action Button。比如说我想要去调整成飞行模式啊，那你看哦，我们这样子按下去之后，你看马上就启用飞行模式，然后再按一次之后，我们马上就启用4G 网络。对，所以比如说你在搭飞机或者出国玩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好使用这个功能。对，但是这边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 Action Button 它还是不行。比如说，我点2下，它就可以启用一个新的功能。对，它还是只能长按一下，然后去启用这个 Action Button。那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去透过更新来改善。好，那在第3个锁定画面更新的部分，我们就来讲到家庭 widget 的部分啦。那家庭 widget 的部分，现在它可以做出电网预测，还有你的用电使用。对，那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实用。比如说它就可以去计算说，你1个月的电费大概是多少钱？那你大概花了多少电？你是不是需要应该去进行省电的动作？对，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目前它还没有支援一些家电，所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另外购买一些相关的智慧家电或者智慧电表，那你才可以去连接到这个新的 widget。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界面更新。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这次 App icon 也有做更新。那大家猜猜看是哪3个 App 呢？对，那第一个 App 的话就是手表，那第二个 App 应该大家很好猜到，就是计算机的 App。我先把它调整成一般的模式。对，那计算机的 App 这次很理所当然嘛，因为 iPad 全新推出了一个新的计算机，所以它这边 icon 也一起跟着做了全新的调整。好，那在第3个的话，万万没想到的 App 就是翻译的 App。对，我觉得翻译 App 它原本是一颗地球嘛，那你看它现在长得跟 Google 翻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 Google 这边就写 G， 然后 Apple 这边就写 A， 所以我怀疑 Apple 是在抄 Google， 但是我没有证据，但是大家一看这样子真的是长得非常的接近啊。好，那讲完这个小彩蛋之后呢，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18个 App 的61个更新。好，那首先现在讲到2个全新的 App。那第一个全新的 App 的话，就是 Password， 也就是密码的这个 App， 一定支援要 Face ID 才可以进去的，但很合理嘛？你看，它储存了你那么多重要的资讯，那它当然一定要透过 Face ID 才可以进去嘛。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密码的分类啊，然后还有所有密码的内容都可以在里面。对，那这边有隐私的关系，我就不点进去。那这边第2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的功能，就是你现在可以透过 QR Code 的方式，然后去分享你的 WiFi。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任意点进去一个网络里面。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点击一个叫做显示网络行动条码，那大家有看到吗？现在它就出现一个 QR code， 所以以后啊，如果你要让别人连你的网络的时候，它就不需要透过输入密码嘛，你就可以透过 QR code 方式直接去扫描。那其实安卓也很早之前就有这个功能的啦，所以也不算是什么新奇的功能，但对 Apple 的使用者来说算是一个全新的功能。好，那接着第2个全新的 App 呢，它也不算是 App， 它算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叫做 Game Mode。那我们这边先任意开启一个游戏。好，比如说我们随便开启一个游戏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上面这边它就有一个 Game Mode 打开的样式。对，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它这个游戏在进行游玩的时候，那它就可以尽量去减低背景的功耗，那让你的效能都可以专注在游戏上面。
好，那以上就这2个全新的功能跟全新的 App。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讲到我们一般常见的 App 有哪些更新。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先来讲到设定的 App。那设定 App 这次非常多，有13个更新。对，那第一个更新的话，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在电池充电的部分。对，那电池充电的部分呢，你现在可以像是电动车在充电一样，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你最大的充电上限你要调整到几趴，以前就只有80跟100这个选项嘛，那你现在可以完全的客制化去调整，对，或者说比如说你可能某一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你就需要把电池的这个充电充到最多，所以它这边就可以让你去调整说，那你要不要只有明天的时候去更改这个充电上限，还是永久的将这个充电上限提升？那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完全的去调整你想要充到多少电。然后第二个功能也是非常炫炮，叫做眼球追踪的功能。那我们在辅助使用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点击眼球追踪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把眼球追踪的功能打开，然后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个指示，那你就要去看一下画面的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测试完之后呢，眼球追踪这个功能就打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点击辅助使用这个按钮，我就往左上角这样看。那你看，我们看久一点之后呢，它就会启动这个按钮。比如说，我们再看一次设定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眼球追踪的方式，然后去看到不同的 icon。对，但是必须坦白说，它这个追踪的功能真的是还没有到很灵敏，我有时候眼睛要跟它干瞪眼干了10几秒，那它才会出现，我要点击哪一个画面？因为毕竟它这个功能是从 Vision Pro 学习过来的嘛，那它这个眼部追踪一定不可能像 Vision Pro 做的那么精准。对，但是它这边还是提供一个很不错的辅助使用，如果你可能是一些身障人士啊、残疾人士，你就可以去进行使用。讲完2个比较重要的设定更新之后呢，那我们接着来看到整体设定界面的部分。大家有发现吗？你看现在设定界面它内容变得非常少，以前要一直滑动，那你看它现在在2页的这个内容就解决了。那原因就是因为它把 App 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对，所以你以后要针对一个 App 去做调整啊，那你都需要去点击进去这个 App 资料夹才可以看到它。那在第4个更新的话，就是来到一般，大家可以发现它现在这个主分类里面，它上面都会这样子显示。然后左半边的话，它现在每个内容都会帮你去加入 icon 在里面。那以前的话，它就是没有 icon 在上面的。好，在新的设定的搜寻功能也变得非常棒。你可能只要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你看打一些关键字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功能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位置，那它也会全部都列出来告诉你。那在这边我们来讲到 iCloud 账号的部分，那它现在不叫 iCloud 账号，它现在已经改叫做 Apple 账号了。对，所以你看我们点进去之后，这边就已经叫做使用 Apple 登录，所以我们以后就听不到什么 Apple ID 啊，听不到什么 iCloud 账号的这个名称，它就会直接使用Apple 登录的这个意思。对，那它就是可能更加强大这个品牌的形象跟印象嘛，直接放一个 icon 跟 logo 在这边。iPhone 现在这边也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字体功能，就是字体部的部分，所以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内建的系统字体跟你自己下载的字体，它分别都会呈现在这边。在第8个设定更新的话，就是算是防止你被追踪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网络这边，你就可以去开启轮替 WiFi 位置。那在第9个更新的话，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充电的功能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充电这边呢，那你除了看到你充电状态之外，如果你充电充得太慢啊，或是过热，那它这边也会去显示很多状态给你，它就会告诉你说，你上次充电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今天拿一个速度只有5瓦的充电头，那你在充电的时候，它充得太慢，它也会去告诉你，提醒你。那再讲到一个全新的隐私权功能，它现在可以针对每一个 App， 然后去调整，你要不要被这个 App 追踪？对，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好。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启用这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点击要求 App 不要追踪，那它就不会去追踪你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隐私权的这个地方，然后去调整。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分类就是说，你行事历不想被追踪，联络人不想被追踪，照片不想要被取用。对，那所以你现在可以直接点击进去这个特定的功能，然后去调整这个 App。玉山银行的部分，你就想要把行事历追踪的这个功能关掉。或是在照片的取用，那你看我有这么多 App， 特定取用功能的方式，然后去调整在这些 App 的上面。好，然后再讲到第11个功能的话，我们回到辅助使用的部分。那这边有一个叫做语音捷径的功能。对，那语音捷径的部分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新的语音捷径，那你就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短词，那它就可以启动你这个 App 里面的快捷键。那在第12个功能的话，叫做动态效果。那一样在辅助使用里面，那它这边可以去开启一个叫做车辆动态效果提示。对，所以比如说，你车子在开的时候，可能
iPhone 会有所震动啦，它这边会出现一些圆点，然后去让你进行防晕眩的这个保护措施。那这边的话，我会再用画面补给大家看。那设定这个功能的话，就是讲到个人声音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制作中文版的个人声音。这个功能其实在去年的 iOS 17就有，但是它只有支援英文的版本。那你现在可以透过中文的方式，然后去制作你的个人声音。那这个有空我们可以再另外拍成一部影片，详细实测给大家看。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第二个 App， 也就是照片 App 的部分。对，那我们现在一点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这整个界面就不一样了。它已经把所有的功能都整合在一个界面。以前是在最下方的地方可以点嘛，比如说有相簿啊，有喜好项目，有最近项目，它会显示在最下面的地方。那它现在就是全部都是呈现在一个直栏里面。对，那最上方的话就是我们照片的选择，下方的话就是我们各种的收藏册。对，那这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我现在要多选照片这个功能，我现在要怎么去开启呢？我现在找不到右上角有一个选取的地方。方法就是我们要这样子往上的完整滑动。那滑动之后，我们这边就会出现选取的功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多选我们的照片。所以这边就是多了一个小步骤，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我们这样子滑动到整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你要用哪些方式的显示。对，那如果你要再次看到你的收集册的话，你就点击一下这边的叉叉。那点击叉叉之后，收集册的这些东西，它就会再次呈现在里面了。那下方的话，它就是各种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有背景人物，然后你的旅程、相簿等等的内容，它全部都会显示在里面。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客制化调整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这边的自定。那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去移动它，比如说我们背景可以把它移到下面。那你看它这样子的顺序就会跟着做调整。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最近的日子叫 Recent Day， 那它就可以看到你每一天做的这些事情有哪些。那你向下滑动就可以看到更多内容。那你如果左右滑动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往前倒退到前几天的内容在里面。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显示，你也可以显示全部。那它就会告诉你这天全部所拍摄到的内容是什么。对，那接着呢，我们来讲到照片编辑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讲到裁切照片的部分。好，裁切照片的部分，大家有看到吗？这边右上角多了一个锁头。那我把锁头锁起来之后，你看我们就可以完全等比例的去裁切。那如果把锁头关闭的话，它就是随机的比例去裁切。那另一个非常棒的功能呢，就是它现在这边可以去进行无限的放大。我们以前可能在裁切某个东西的时候，你最大只能放大到这样，就不能再放大裁切。那你看它现在可以几乎放大到无限大，你看我这个吧台的台已经可以放大到这么大，还可以一直在放大。那在另一个部分来讲到复制编辑项目的部分。对，我们现在在编辑 App 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先去把它颜色进行调整嘛，比如说我们调整成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样式跟颜色。好，那调整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点击一个叫做拷贝编辑项目嘛。对，那你看我们如果这时候多加了一个裁切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去进行裁切，那你看我们再点击一次，你看它这边就可以做更多的调整，比如说你已经有调整过颜色，那你也可以去把它复制。那如果裁切比例的话，它也是可以自动复制。那大家有看到最下面这个地方是什么？它叫 Adaptive， 它就是可以去自动适应你下一张调整图片的颜色去进行调整。我们这时候点击拷贝之后，然后我们就按下拷贝，然后点击完成。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滑动到另一张照片，好，我们随机滑动到这一张，那我们点击贴上。那大家有发现吗？它这个颜色跟这个裁切的比例，它都会跟着一起调整。对，那假设好，我们现在选择一张它的颜色的这个呈现的样式不太一样的照片，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张本身就已经很亮的照片，那我们如果点击贴上编辑项目，大家有发现吗？因为我们颜色本身就已经很亮了，所以你看我们在贴上编辑项目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按照刚刚颜色的曝光比例去做调整。这个就是它 Adaptive 的功能，它就会自己去适应它原先的颜色去进行调整。但是在裁切的部分，它还是会完全保持一样的这个比例。好，那再讲到全新的影片时间轴，那以前影片时间轴它就是会有一个时间这样让你去移动嘛。那你现在的样式其实长得差不多，你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滑动这个底部的地方，然后去进行时间轴的调整。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有个隐藏相簿的功能。那现在隐藏相簿的功能，以前要到设定去设定，那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相簿的 App 里面，就是去把它开启跟关闭。好，那最后一个相片更新的部分，就来讲到上传照片的部分。比如说你现在在第三方 App。你看这个beta版 bug 真的蛮多的，讲到一半它就突然卡住了。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启我们一个第三方 app， 那你要去进行上传照片的时候，你这边就可以去选择不同相簿嘛。那它这边排列方式也会去依照你就是刚刚所新增的这个 collection 的部分去进行调整。好，接着第三个 app 的话，我们就要来讲到我们的计算机啦。
对，那计算机这次的话 ，iPad 当然有很多更新，但是 iPhone 这次更新其实也非常多。那第一个更新的话，是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的地方去调整计算机的样式。比如说你可能是工程计算机，你就可以点击科学的地方，它就会变成工程计算机的样式。那它这边一样会有 Math Node， 你看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跟我们在 iPad 看到的一样。比如说我可以点击这个数字，然后你看它这样子就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数字，那它同样也会去调整它抛物线或是图形的比例。对，那在数学计算的部分，它现在也会自己去自动呈现答案。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样子点击一个数学公式，它马上就会出现答案在这个上面。对，那除此之外呢，那在计算机的界面，它也做了一些更新。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点击一个数学。好，那你看，我们发现 AC 按钮它不见了，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子退回上一步。那我们要完全把它归零，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只要长按一下，长按之后它就会变成 AC 的这个按钮。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点击左边这个地方，然后去看到，你刚刚所有的计算内容。所以我觉得这功能就非常好。比如说，你看像是我自己下载这个工程计算机，它就可以一行一行的去看到所有历史记录嘛。对，那现在 iPhone 它也可以做到这个功能，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使用意愿来说就更高了。对，那这个计算机的功能呢，它不限于在计算机 App 里面哦。比如说你现在在备忘录里面，然后你去新增一个数学的公式。然后你只要按下等号之后，你看它就可以马上去帮你计算出来。对，所以它现在计算机的这个功能已经不局限在计算机里面，你现在在非常多的 App 里面，你只要透过打字的方式，然后你最后按下等于，它就可以马上启用计算机的功能。对，那讯息更新的部分呢，它第一个更新的内容叫做 Send Later， 我们在发表会有看到，那它中文叫做稍后传送。所以你现在可以针对特定的讯息，比如说你想要排成今天晚上6点再发送这个讯息，你就可以先排成好再传出去。那在第二个讯息的更新的话，叫做文字效果。对，那文字效果的话，它就是可以帮你文字加上很多很特别的动画，比如说你要爆炸、放大，它这些功能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就让你在对话的时候变得更生动。那第三个功能的话，可能是大家比较少用，叫做 Tap Back。对，那 Tap Back 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就跟你一般在按表情符号这种功能蛮像的。那它现在就是把它完全变成彩色，那你也可以去新增自己的表情符号，然后在里面这样子。那在第四个讯息更新的话，叫做 Message via Satellite。你在完全没有 WiFi 4G 5G 的时候，你就可以启用这个功能。对，但是目前台湾还没有支援，你只有在美国当地可以去进行使用。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这次 Safari。那 Safari 蛮多更新，全部都集中在 AI 里面，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稍微看到一些的功能。对，那现在全新的功能就是出现这个新的阅读器的部分。那这个新的阅读器的部分，它除了启用阅读器之外呢，那现在还多了一个叫做画重点的功能。然后大家就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重点的开关。对，那你就可以把重点打开。那未来 AI 功能推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看到这个重点的摘要，还有荧光笔的这个功能。然后在邮件的部分也是有3个更新，要等到 AI 更新之后才会有。那第一个更新的话，就在发表会讲过嘛，它现在就可以去针对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你针对重要性、针对交易内容、针对更新、针对广告的信件去进行分类跟排序。那第二个的话，它就是会整合所有来自同个收件者的信件。比如说你在长荣航空订了这个机票啊，那它就会帮你做出一个长荣航空的一个整个汇集，那你所有跟它对话的寄信的历史记录全部都会出现在这个上面。对，那目前这个功能就是要等到 AI 功能推出之后才会上线。好，接着讲到电话 App 部分。那电话 App 部分，它现在在输入号码的时候就多了一个非常便利的选项。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只要输入02，它这边就会去帮你跳出很多建议的选项。那比如说我们再去多输入一个按钮，那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符合的联络人是谁。所以这个功能方便很多。以前我们要完整的把一个号码打完，它才告诉你预设这个选项。那现在完全不用。那再来的话就是在通话记录的这个部分，那它这边就是新增了一个新的头像跟头贴。那如果你的朋友有新增头贴，或是你有帮他新增头贴的话，它就会显示在这边。那以前的话就是完全只看得到人名而已。对，那第3个通话更新的功能叫做通话录音。对，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等到 AI 的更新之后，你才可以去使用到这个功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讲到行事历的部分。那行事历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这次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更新。首先，我们现在来讲到它界面的部分。我们在初始界面的部分，它现在是长这样子。那你看，你就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类别，表示说，你今天有哪些不同颜色的事项，它会列在这边。那你看到我们这样子慢慢的把它放大，大家有发现吗？你看。它这个行程显示就会变得更详细，比如说我就可以看到，我这个颜色类别的行程要做几天。那你看我在放大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的去看到更完整的细项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呈现方式对你在时间管理的部分真的是还蛮好的。然后在第2个功能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行事历里面去结合提醒事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设定一个提醒事项，叫做吃午餐好了。
好，那我们点击吃午餐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设定12点。好，那你看我们再回到行事历里面，那大家有发现啊？你看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吃午餐的行程直接被自动新增到行事历里面了。对，所以这个功能非常方便，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跟你的行程它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对，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去透过 Siri 声控的方式，然后直接去把它新增到我们的提醒事项跟行事历里面。帮我新增一个明天早上9点刷牙的提醒事项。好，那你看你新增这个提醒事项之后，你可以立刻在这边做编辑。所以比如说你刚刚可能口齿表达不清楚，那你可以在这边做及时的调整。好，那接着就是一些 App 比较小的更新，所以我们就快速带过。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到无边界的部分。那无边界的部分，它现在新增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去新增不同的场景在无边界里面。那你就可以在场景的这个地方去看到，你有新增了哪些场景，所以这样子可以更快速的去帮助你切换不同的无边界。那在第二个新功能的话，你可以快速选取物件，你就这样子用手画一个方框出来，那你就可以快速选取物件，并且去移动它。然后在健身 App 的话有2个更新，那第一个更新的话就是你可以去完全客制化调整你的摘要内容，那你只要点击最下面这个编辑摘要。那你看，你现在就可以去移动你的摘要。那再来的话，它全新的功能叫做 Training Load 训练负荷。那你这边就是可以透过你长时间的体能训练啊，它去计算你的体能消耗量，那去帮你客制化去定某一个目标，就不会像以前它的目标可能就是固定好，我每天就是消耗400大卡。那在健康 App 的部分有一个更新，那这一个更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叫做盯选的功能。那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去把特定的内容去进行盯选，那取消盯选就把它按掉。比如说我自己很常骑脚踏车，我很在意我骑脚踏车的速度，那我就把它盯选起来。那你看，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看到我们最常使用的运动它的内容是什么。好，那再讲到地图更新的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那在美国63个国家公园，你可以去看到一些知名的登山路线跟景点。对，那在台湾虽然没有这个功能，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新增路线。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新增一条爬山的路线，或是散步的路线，点击一个起始点。好，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再点击一个终点。对，那你看，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这段路是450公尺，大概要走6分钟。那爬坡4公尺，然后下坡2公尺。那你可以去设定成来回的路线啊、反向的路线啊，或是其他类型的路线。那你点击开始之后呢，它就会透过语音提示的方式，然后去带你走这一条路的路线。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好用。那你比如说像 Strava 这个 app， 我就会自己储存很多的路线在里面嘛。那我现在也可以透过 Apple Map 的方式，然后同样去储存我的路线。那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好使用的，而且它也同时支援了离线地图的功能嘛，所以你也可以透过离线的方式，然后去看到你的路线，那防止你自己去迷路。好，那接着我们快速讲一下电视的更新。那电视更新的话，我们之前就知道了嘛，就是这次电视的更新就是有一个功能叫做 Inside 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点击它，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人的资讯他是谁，他是什么。对，那另一个更新功能的话，那就是在音讯的部分。那你现在可以去增强你的音讯，比如说你想要去对话的这个清晰程度，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好，那再讲到音乐部分，音乐部分有2个小小的更新，播放清单新增的部分。比如说这一首歌我已经新增过播放清单，那我这时候把它加入播放清单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提醒你说你已经加入了。所以你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加入在里面的时候，它这边就会再次提醒我。好，比如说我正在播放一首歌的时候，那我现在想要播放另一首歌的时候，那你看它这边就会多了这个叫做插播跟稍后播放的选项，所以就可以让你更客制化去调整它。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次 iOS 18的所有更新啦。对，那因为这次的更新还没有推出 AI 的功能，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任何 AI 的功能。对，但是基本上所有的 iPhone 都是可以支援刚刚我们上述所示范的这些内容。对，那 AI 功能的话，就是要像我这一台 iPhone 15 Pro 或是 Pro Max 之后的机型才可以使用。所以等未来 AI 功能推出之后，我会立刻再帮大家做测试。当然，除了 iOS 18的部分，像是 iPadOS 我也会去帮大家进行测试。对，因为其实 iPadOS 有非常多非常棒的功能，而且也是我自己很拿手的 iPad， 所以大家这边就敬请期待一下啦。对，那这边如果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 App 的功能的详细内容，那也欢迎在留言底下跟我说，因为我今天这部影片只是针对每一个更新的功能做一个很初步的概览。那如果你对哪一个 App， 比如说相机 App， 你想要知道更多要怎么去使用 Collection 这个功能，那也欢迎在留言底下跟我说哦。对，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都有满满的收获，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